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徐凯逆风翻盘，易欧春如何打破流量剧套路？徐凯消失9个月后首曝光，新剧一看预告就上头。他这是在用冷处理把自己的人生开了个新副本。有人说，舆论一来，最能看清一个艺人。有人忙着开直播落泪，长文喊冤，恨不得把所有聊天记录都晒出来求理解。结果到了徐凯这儿，画风直接拐了个弯。2025年那场席卷全网的负面风波，把他多年累积的古装男神滤镜砸得粉碎。他却选择整整9个月不吭声，连一句不是我都没说。就是明明站在风口浪尖，他偏偏把自己按下了静音键，默默钻进剧组拍戏。现在回头，他那段消失的时间，反而成了他重新抬头的真正开始。先把时间拨回到那年盛夏，那场舆论风波来的速度，堪比台风登陆。相关话题1天之内连上好几个热搜，各种带节奏的截图，剪辑像下雨一样从4面8方砸过来。很多人之前对他的好感建立在古装滤镜上，一旦滤镜碎了，难免情绪失衡。评论区立刻从我好爱徐凯变成路转粉又路转黑的大型现场。工作室这边反应算快，第一时间报警，配合平台申诉取证，连相关的虚假爆料都列了编号。老板某制片人也在社交平台发声，态度很硬气，一句已经交给法律解决，相当于替他撑起了一面盾牌。可网上的风向哪有这么容易扭过来？很多吃瓜群众根本不在乎真相到哪一步，只盯着那点爽感。有意思的是，当时数据平台给出的网络声量曲线显示，那一周它的相关负面讨论量是平时的30多倍。关键词失望滤镜碎了，古装男神坍塌一起冲上榜单，连路人都被裹挟进来。那段时间，我身边追剧的朋友也在议论，有人一边刷他之前的角色剪辑，一边叹气，完了，这下怕是很难翻身。在娱乐圈待久了的都懂，舆论风波有时候不是看事实，而是看观众是不是还愿意给你时间。更何况，他当时手里没有立刻能上的作品，连带路人缘一起遭了殃。很多人都觉得他要么赶紧开直播解释，要么找个综艺洗洗好感，不然就真凉了。结果徐凯给出的操作和大家预想的完全不是一个方向，没有卖惨长文，没有情绪化回应，连稍微柔和一点的自我反思小作文也没有。他就像从公众视野里抽离出去，人彻底缩进剧组。手机那头只留下几个冷冰冰的定妆照和开机路透。那会儿，连粉丝都急得跳脚，直言哥你出来说句话呀。但他显然做了另一种选择，用作品说话，把所有情绪都扔进角色里。沉默的9个月，他拿到手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转型筹码，是悬疑剧《方圆800米》。这剧的故事设定在资源枯竭、矿区没落的小镇，主角是一群在夹缝中求生的年轻人。这个题材放在当下的国产剧里，算不上主旋律大制作，却有种贴地气的硬度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个角色和他以往的贵公子小将军完全不一样。剧组给出的角色定位是20多岁，在矿区长大，从小见惯事故和冲突，性格倔强又有点狠劲。为了贴近这种粗粝感，他直接把多年来被粉丝当宝的头发剪成寸头，还要求化妆师给自己加深肤色。拍摄前1个月，他每天做力量训练和有氧，控制饮食，把体重稳定在一个看上去结实但干瘦的状态，让整个人从事感上就更像常年在体力劳动环境里混出来的。有工作人员透露过一个细节，他在矿区实景拍摄时，天天跟工人师傅混在一块儿，用很笨的办法去学看他们怎么扛东西，怎么蹲着抽烟，
怎么在吵架时卡着嗓子骂人？后来有场夜戏，他从坑到里抬伤员，导演原本安排的是替身抬到一半接手，他硬是坚持自己来，一条不过瘾，连着抬了3条，到最后衣服和鞋子都被矿粉糊的看不出本色，整个人累得瘫在地上。等这部剧制作完成，内部试片时，有业内人士给了一个评价，这回算是真正看到了许凯隐藏的一面，不是那个站在灯下发光的小生，而是在人群里真能混得下去的普通人。不少提前看过粗剪的观众直言，这是头一次看他演戏没跳戏，完全不会把角色和他本人混在一起。之前那种演什么都像许凯自己的感觉被压下去不少。悬疑剧就算口碑再好，受众毕竟有限，要想在内娱彻底翻身，还是得看古装大剧这种国民度更高、传播半径更大的牌。说起来，他这波真正能决定口碑逆袭的重头作品，其实早就种下了伏笔，那就是改编自由四姐同名小说的大剧《忆欧春》。很多书粉对这个项目期望值极高。原著在某文学网站连载时，评分长期稳定在高位。评论区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数据，超过60%的高赞书评都提到爽而不蠢，复仇逻辑自洽。这在古装爱情题材里真不多见。电视剧版由某头部长视频平台规划，制作班底一开始就奔着精品化去的服装组，专门查了南宋时期的图册资料。光是礼服和朝服花样就做了几10套打样。剧组在横店、象山、绍兴等地搭景、取景，力图还原江南水乡和临安城的氛围。剧方前阵子放出的2版预告一出，弹幕几乎是刷屏式的夸，这氛围感，我先磕未尽。古装版暗黑复仇，看着就过瘾，有点古风版复仇爽剧那味儿了。大家说氛围感，实际上看的就是整体色调、镜头语言和人物气质是不是统一。忆欧春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南宋，表面上是风雅婉约、烟雨江南，底下却是斗得你死我活的权力漩涡。剧中，周也饰演的谢清源从小见证母亲含冤而死，那一幕在原著里写得很重少年。谢清源被粗暴地按在地上，脖颈侧面压出一条淤痕，眼睁睁看着母亲被拖走，直到惨叫消散在院外。电视剧在预告里点到为止，却保留了那个最关键的画面，他跪在雨里，双手死死扣住青砖，指甲缝里都是泥。那一瞬间，小姑娘眼神彻底变了，原本的柔润被彻骨的恨意一点点盖住。14年后，她以流落在外又被接回的千金身份重返谢家，表面上是脆弱、温顺，刚回家什么都不懂的样子，实则步步为营。她会记得每一个曾经欺压母亲的下人名字，也会记得哪一间偏厅最适合无声的解决一些人。预告里有一段，她穿着一身月白长裙，在祠堂里给列祖列宗行礼，抬头时嘴角有一个极轻的笑，眼神却像冷刀一样，配上那句台词：我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替母亲讨一口气。那种冷静到近乎残酷的决心，真挺唬人的。徐凯这边塑造的沈润，是将门之后，少年时一家遭遇变故，父被牵连入党争，家眷被流放，他被发配军营，从底层小兵一步步杀回京城。原著给这个角色的设定非常反差，外表温雅如玉，衣冠楚楚，像个典型的南宋士大夫，私底下是那种可以在奏折上写杀一人以息天下怨的人。剧方给他设计的造型也明显想突出这种反差。预告里出场，他穿一身浅色官袍，手里捻着佛珠，口吻温和地说话，旁边的大臣都觉得这是个好说话的文官。镜头一转，他独自在书房看卷宗，烛火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他停在某人的名字上，眼神一冷，随手把那页翻过去，说送去边关。
4个字轻描淡写，却决定了那个人的生死。说到这儿，我真的感慨一句，这种外表斯文、内心黑到发亮的角色，太适合用来打破他之前的古装花瓶印象了。以往他在古偶剧里，大多是温润忠犬、少年将军、深情人设，观众喜欢看脸，但也免不了有人说只适合演帅哥。这次的沈润不是单纯的帅，而是有权力味道，有城府，有危险感。预告最抓人的一段，正是沈润和谢清源第一次真正撕开伪装的对手戏。谢清源手握利刃，剑尖抵在他咽喉处，眼底全是恨意。沈润没有躲，甚至连手边的佩刀都懒得去摸，只是看着他，慢慢吐出一句：“你若现在杀我，谁替你查清当年的旧案？”这话一出口，空气像被拉紧的弦一样。谢清源手在发抖，眼泪在打转，却死咬着牙不肯让刀尖移动半分。那种恨不得一刀捅下去，又明白眼前这个人是自己唯一的出路的纠结，在两人眼神里来回打架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善一个恶，而是两个人都够狠，但狠的各有底线。他为了翻案可以舍弃名声甚至婚姻，他为了肃清朝堂可以牺牲部分无辜。这种双强对峙本身就自带火花，观众爱看这种棋逢对手的戏，因为每一个眼神都像是在下棋，谁都不肯轻易示弱。从情感线来，易欧春完全不走工业糖精套路，没有撞个满怀就对视3秒爱上了的桥段。他们的靠近是在不断试探、利用、怀疑中一点点被推向彼此。比如有一场戏，谢清源被人设计陷害，差点从楼上摔下去。按一般古偶的套路，男主一定是飞身一爆，来个俗套的英雄救美。这剧的处理偏偏不按常理来，是随行的侍卫先出手拉住他，沈润站在楼梯口，眼神冷冷看了，才慢慢走下来，递给他一块帕子，说的却是：“谢姑娘，这回你欠我一个人情了。”这话看着不温不火，实际就是在提醒他：我救了你，你欠我，你要还。感情是有的，但永远和利益纠缠着，这种复杂度很容易让演员演不好，就变成油腻。可从预告来，他不少细节处理得挺克制，比如说话前那一点点停顿，看人时眼神有时候刻意掠过，又在对方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观察，足以说明人物的心思有多重。周也这边的突破也挺明显，他之前被夸最多的是清冷有灵气，这次谢清源有很多很辣的瞬间。预告里有一句台词让我印象特别深，他在夜雨里对着敌人说：“我才是那只来索命的恶鬼。”这句如果气口拿不准，很容易显得用力过猛，结果他说的时候声音不大，语速偏慢，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，没有歇斯底里，反而更瘆人。从目前公开的物料来，易欧春的结构并不只停留在宅斗和儿女情长，谢家内部算一条线，临安朝堂和南下查案算一条线，外加谢清源暗中收集证据，揭开当年冤案的探案线，3条线交织着往前推，让整个故事从小格局的个人复仇一层层拔高到家族兴衰，甚至国运沉浮。有评论戏称，这部剧有点古装版《黑暗荣耀》的味道，受害人不再忍气吞声，而是精心设计回击，坏人不一定立刻下线，而是被一步步拉进自己曾经布下的陷阱里。不过这类评价更多是形容一种气质，那种我要一点点拿回属于我的东西的狠劲。对徐凯本人而言，这个角色的意义大概不只是在演一部古装，从滤镜破碎到重塑形象，他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洗白，而是一个能让观众真心服气的角色。沈润刚好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，既有他擅长的温润外壳，又有以往很少碰到的阴狠底色，大量情绪戏、权谋戏、
心理博弈戏都能看出演员的功底。很多演员在遭遇口碑危机后，会本能地选择安全牌，不是拍轻松的甜宠，就是靠综艺来刷露面频率，先把存在感救回来，这也是一种策略。只不过这种办法短期见效快，长期来看有点像给玻璃缝上贴胶带，风一大还是会裂。徐凯这次的路子，说实话风险也不小，9个月不解释、不营业，对一个刚经历舆论风波的艺人来说，简直像主动按下了消失键。流量时代，人一旦不露面，很快就会被新话题、新华丽的脸孔替代。他选择在最热的时候退到幕后，用沉默消化掉外界的噪音，把所有的变量赌在接下来1-2部作品上。这份定力和危险系数是并存的。现在至少从方圆800米的内部风评到易欧春预告带来的高期待，他这一步不吭声之拍戏的棋，似乎走得比很多人想象中聪明。在这个屏幕滚动得太快的时代，观众嘴上说着爱看热闹，心里对作品的要求一点都不低。那些短时间靠话题爆起来的虚火，来得有多猛，灭的也就有多快。真正能给一个演员续命的，还是那些能被反复提起的角色。徐凯用9个月的沉默，换来一部扎实的悬疑剧和一部野心不小的古装复仇大戏。这里面有没有算计不好说，但有一点很清楚，他把选剧本这件事当成了翻身的唯一通道。舆论风波对任何艺人都是一场放大镜式的考验。有的人在镜头前哭着长大，有的人选择关掉镜头，让作品自己说话。哪一种更对？没有标准答案，只能看时间站在哪一边。现在距离易欧春定档播出还有一段时间，大家的期待都压在那一刻，等故事真正铺开，等那些预告里一闪而过的狠劲和拉扯，在数十集的篇幅里慢慢发酵。到时候观众会不会说一句，原来他还可以演成这样？如果那天真能到来，那9个月的沉默，那些被误解的时刻，那些没有回应的夜晚，就都不算白走。对一个演员来说，最难得的不是一路顺风，而是经历低谷后，还敢压住在作品这2个字上。等易欧春开播，屏幕另一头，如果你愿意稍微放下成见，给他和这部剧一个从零开始的机会，或许你会发现，一个靠颜值出圈的古装男神，也可以用一部又一部的角色，慢慢把自己从风口浪尖拉回实力的位置上。风声再大，终究会停，留下来的只能是那些足够硬的东西。而一个认真往角色里钻的演员，本身就值得再被多看一眼。